我刚刚流产，躺在病床上，老公就在帘子外和我最好的闺蜜纠缠。我默不作声，看着他们每天在我面前虚假的演戏，明明心知肚明，却还在配合着他们装疯卖傻。突然间，我觉得这样的狩猎行为很好玩，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仿佛是牢笼中的猎物，被我随意地摆弄着。1个月后，看着他们崩溃痛哭，我差点笑出了声。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公出轨了，小三是我最好的闺蜜。此刻我躺在病床上，听着帘子外传来的欢笑声，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们。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刚刚流产，可是此刻我的老公却跟我最好的闺蜜在一起纠缠，多荒唐！我为了给他生一个孩子，差点大出血死了，而他却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丝毫没有顾及近在咫尺的我会听到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撑不住，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们。可是，一想到如果真的那么做了，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付出血的代价。我跟老公认识13年，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直是所有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他是学设计的，我是学美术的。为了不分开，我在高考毕业时特意放弃了更好的美术学校。虽然很多人替我不值，可是老公的疼爱却打消掉了那些人的担忧。老公毕业后，我便用嫁妆给老公开了间装修公司。这几年我们俩没日没夜的奋斗，也算小有成就，公司也在蒸蒸日上。老公家是农村的，就连婚房都是我父亲买的。明明我们之间很甜蜜的，老公也非常的疼爱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难道老公之前的那些誓言、那些宠爱都是假的？可是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过。我木讷地透过帘子看着相拥在一起的两人。刘晓慧依偎在老公怀里，浩哥，我还是先走吧，万一倩倩醒来发现我们这样，不好。谁知道老公竟然直接搂着刘晓慧说道，怕什么？她现在麻药还没下去呢，医生说了没有那么快醒过来。闺蜜10几年，我竟然不知道看似女汉子一般性格的刘晓慧竟然还有这么柔弱的一面。她要是发现了最好，省得我为了跟你在一起整天瞒来瞒去。说着，老公冷哼一声，我早就想跟她离婚了，要不是因为她怀孕了，现在好了，孩子没了，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跟她提离婚了。你要离婚？刘晓慧突然激动起来，整个人窝在老公的怀里。浩哥，真的吗？你真的要跟倩倩离婚？老公急忙搂紧了刘晓慧。当然了，等她出院我就跟她离婚，然后跟你结婚。我猛然扭过头，任由眼泪顺着眼角滚落。原来她早就想要离婚了，只是因为我怀孕，所以一直拖着。现在好了，她终于可以如愿了。如果在我没发现她出轨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会内疚，没有保护好孩子而选择离婚。可是现在出轨的是她，凭什么要我离婚？就算是离婚，我也要尝到背叛的代价。看着他们现在的样子，就隔着这么一个薄薄的一个帘子，我甚至能够听到空气波动的声音。此刻，我就是一个小丑。我在医院住了1周，这段时间，老公每天都会过来，面对他的嘘寒问暖，我的心里却只有厌恶。原来，当你一个人心灰意冷的时候，内心早已经没有波澜可言。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最后还是忍不住找了私家侦探跟踪老公。其实不用私家侦探，我也知道，这几天我不在家，他肯定每天都在跟刘晓慧鬼混在一起。果然，在第7天的时候，我接到了私家侦探的电话，
老公竟然带着刘小慧公然回了我们的家。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我两手握拳，看来是时候该出击了。收拾好自己，我直接拎着行李回家了。靠在家门口的安全通道，我掏出手机给老公拨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听，估计两人正在办事，被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文。喂，老公，你在家吗？电话那头老公的声音明显有些不正常。没有，我没在家。那你在哪里啊？我给你发过消息告诉你，我今天回家，你忘了？我是故意的，我根本没有给老公发过消息。啊？我没收到。你到哪里了？我故作生气，知道你不在家，我自己已经回家了，到楼下了，马上上去。什么？老公突然惊呼一声，你已经到楼下了。站在门口，家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我不由嗤笑一声，看来是在准备掩盖证据呢。怎么了，老公？我怎么听着你在跑呢？我装作很关切的样子问道。没有，老婆，我有个手术要出处理，那个我先去忙了，你乖乖在家休息，我马上回来。说完，不等我开口，老公直接挂断了电话。家里很快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低头看着手表，当分针转了3圈之后，我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间。就在门把拧开的瞬间，老公突然冲了过来，一把挡住了搬开的门板。我一脸惊讶地看着出现在家里的老公，哎，你不是在医院吗？怎么会在家？老公额头冒出一层冷汗，飘忽的眼神写满了心虚。我刚才在睡觉，迷迷糊糊接到你电话，我还以为做梦呢。老公支支吾吾地解释道，眼神却不停地朝着阳台的方向瞄。我推门进入，果然看到老公赤着身，肩头还有好几道抓痕。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么热吗？在家里这个样子？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老公慌乱地遮挡了几下，尴尬地解释道，我这不是觉得裸睡舒服吗？不等他说完，我嗅了嗅，好香啊，家里来客人了。老公不安地吞咽一口，立马装作不经意地用手忽闪了几下，有吗？我怎么没有闻到？你是不是闻错了？我走进卧室，看着凌乱的大床，就在刚才曾经有个女人在这里跟我的老公辗转反侧，我的心就克制不住地抽痛了起来。强行克制着心里的愤怒，我放下行李，然后从地上捡起一条黑色内裤。此刻我都为老公感到了尴尬。老公满脸慌乱地摸着额头冷汗，该不会是趁我不在家，你故意带回来的小妖精的吧？我故意再翻了翻床底，又一个衣柜去看，老公在一旁不停地嘟囔着，老婆，你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怎么可能金屋藏娇？是吗？我心里冷哼，他做的恶心事情还少吗？在我病床前跟别的女人苟且，现在趁我不在家就让小三登堂入室，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等到我把卧室都查了一遍，确定没人时候，老公明显松了口气。我走近老公，目光冷冷地对上他的眼眸，老公，如果被我发现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明白吗？老公松了口气，眼神慌乱地点着头，嘴角的笑容都在颤抖着。怎么可能？我最爱的是你，不会有其他女人的。我鬼魅一笑，是吗？那你可得把人藏好了，千万别被我抓住哦。说着，我走出卧室，一边跟老公说道，老公，我饿了，你给我做点吃的吧。老公紧跟着我走出卧室，眼神不停地瞄着阳台的位置，
那你先去睡一觉吧，我做好了喊你。不要，我想在沙发上躺会儿。说着，我故意挽住老公的脖子，强忍着心恶心，轻轻地在老公耳旁喝了口气，昧着嗓子说道：好几天不见你了，我想你了。这些年，爱情早就变成了亲情，尤其是怀孕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亲热过了。听了我的话，老公全身一热，热血涌上脑，他随即点头应道：好，那你躺会儿吧。老公在厨房忙碌着，我靠在沙发上，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盯着了老公。看时机差不多了，我拿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果然看到阳台外有个人影闪动着。寒冬腊月，这个温度待在外面，我倒要看看小三能撑到什么时候。老公站在一旁着急的不行，眼神不时地朝着阳台的位置瞧。我装作看不到一般，打开电视后便靠在了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开始看剧。老公坐在一旁，又是给我倒水，又是给我拿吃的，那殷勤的模样却只令我觉得恶心。他做这些不过是因为刘晓慧，因为此刻他正躲在阳台上，我一刻不离开客厅，他就没法离开。我突然打了个哈欠，老公立马问道：老婆，是不是困了？要不然我送你去睡会儿吧。我摇头，这2天在医院我都睡饱了，是这个剧太没意思了。说完，我突然心生一计，对了，老公，你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老公出轨被老婆发现，然后老婆故意装作不知道，然后偷偷的在老公跟小三出轨的时候出现，把他们来堵在了阳台上吧。老公额头立马迎出一股冷汗，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颤抖。我直勾勾地看着他，这是我给他的机会，哪怕他跟我坦白，只要一次，我偶独会选择给他一次机会。可是他偏偏依旧选择背叛我。没有啊。老公摇着头，可是眼神却不自觉的是朝着阳台看去。真的吗？我步步紧逼，老公，如果你被我发现你出轨了，我故作停留。老公则着急地问道：会怎么样？我会杀了你跟小三，然后自杀。老公被吓得吞咽一口，很快就嘻嘻哈哈地说道：怎么会？我怎么会出轨？我爱你都来不及，怎么会出轨？我挑了挑眉头，不出轨自然最好，就算出轨也千万别让我知道，否则我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说完，我突然起身，温柔地替老公擦了把额头的冷汗。老公，你很紧张吗？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因为距离近，我可以闻到他身上沾染的刘晓慧的香水味。他真的以为自己的掩饰得很好吗？以前我没发现，只是因为信任，不过现在我对他却只有恨了。老公赶忙跟我拉开一段距离。没有，我就是有些热，我去开下窗户。说着，老公仓皇地站起身，朝着阳台走去。我趴在沙发上，看着老公的一举一动，果然被我发现他在跟角落说了句什么。老公，你跟谁说话呢？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不过就是在故意试探他罢了。啊！老公恍惚地回过头，慌乱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没有啊，我自言自语呢。这么热的天，这才几月份啊，怎么这么热呀？是天热还是你心里有鬼呀？我勾了勾嘴角，随即收回了眼神。随着我重新将目光落在电视上，突然阳台外传来扑通一声巨响。我装出惊讶的表情：老公，你听到没？什么声音啊？见我做事摇起来，老公赶紧走了回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没有啊，你是不是听错了？是电视里的声音吧？我扫了眼窗外，装出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是吗？可能真的是我听错了吧。好了，
你别多想了，医生说了，你得好好休息。对了，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装出欣喜的样子，我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好不好？好啊，那我一会儿出去一趟，多买些食材。是买食材，还是看看刘小慧怎么样了？我其实心知肚明，却还在配合着她装疯卖傻。突然间，我觉得这样的狩猎行为很好玩，看着她紧张的样子，仿佛是牢笼中的猎物，被我随意地摆弄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刘小慧怀孕了，我刚刚留了一个孩子，而她却怀孕了。难道老天爷真的没有眼吗？难道他就眼睁睁看着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吗？那天，刘小慧从阳台上跳了下去，因为我们家在2楼，加上下面有花坛做了缓冲，刘小慧摔断了腿。可在同一时间，她查出了怀孕。因为刘小慧行动不便，老公竟然直接将她接回了家里。那天我刚刚下班回到家，一开门就看到刘小慧躺在我的床上，她枕着我的枕头，盖着我的被子，甚至她手中的杯子也是我的。这一刻，我隐忍了半个月的怒火再也克制不住，我上前疯狂地将一切抢了过来，结果换来的却是被老公一把甩到了墙上。我重重地撞在墙上，身子瘫坐在地上时，刚好小腹撞上了床角。王倩，你疯了是吧？慧慧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孩子，要是这个孩子再出了问题，我让你偿命！我瘫坐在地上，不知道是身体的冷还是地板的冷，我觉得全身好冷，冷到关节都在刺痛，冷到全身止不住的打颤。原来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我终于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可是真的到这一刻，我的心却突然不痛了。是积攒的失望多了，所以连痛苦都感受不到了吗？看着两人得意的样子，我眼中的怒火也越发的旺盛。此刻你们有多嚣张，未来你们就会有多惨。等着吧，报应会来的。因为我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我将离婚协议摆在桌上，老公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他没想到我竟然真的主动提出离婚。但是当他看到离婚协议的条款时，表情巨变。你想让我净身出户？王倩，你疯了吧？我冷冷地看着他，心中已经举起了胜利的旗帜。你是过错方，我有权这么要求，就连公司你都得跟我对半分。你放屁！老公暴怒，他似乎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狠。我耸耸肩，你可以找个专业律师问一下，婚内出轨的离婚官司怎么打。我早就准备好的一切，就是为了在这一刻给他致命一击。很快他打了电话，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大体跟我说的没有什么出入，因为老公脸上明显有了变化。他开始求我，只可惜啊，当一个人彻底摆脱感情，人便变得更加通透了。更何况我还安排了其他人在老公身边，就算计划有变，我也不怕。我开始收拾东西，老公立马跟在我屁股后面，不停地道歉。老婆，老婆，你别走，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但是现在慧慧这样，她肚子里毕竟是我的孩子，你行行好，就一次，只要她生了孩子，我就跟她断了好不好？我保证。老婆，求你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前面他说的我都不行，但是最后这句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我是相信的，因为我走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才能不离婚？什么都行。动作一顿，我怀疑地看着他。什么都行。老公重重点头，为了不让我走，他可以做出任何妥协。
我知道你不会让刘小慧离开，可是也不想一直在家里，我看着你们就烦。这样，你让我回公司吧。老公面露难色，一定要回公司？每天待在家里，对着一个怀着我老公孩子的女人，我会憋死的。要是哪天我想不开伤害了刘小慧，你别怪我。老公一听会伤害刘小慧，立马就答应了。第一步计划成功，很快我便回到了公司。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公司，虽然离开了几年，但是上手还是很轻松的。这些年老公的精力都放在了鬼混上，根本没心思管理公司。公司的业绩一落千丈，员工们早就怨声载道。我的回归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支持，不过短短1个月的功夫，原本丢失的几个单子也被我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拿下几个项目后，我请公司的所有人聚餐。当晚大家高兴喝了很多酒，李浩也喝了很多酒。见他喝多了酒，我便让孙雪带他去楼上酒店。我晕晕乎乎的被送到家里，刚进门，刘小慧立马着急地冲了过来：“李浩呢？李浩呢？”我红着眼，随手将桌上的茶杯全部摔碎在地上。他去找孙雪了。刘小慧，可笑吧？我们一个为了流过产，一个正为他怀着孩子，可是他现在却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刘小慧，我们俩就是傻子，爱上了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贱男人。刘小慧全身颤抖着，不停地摇着头。不可能。李浩说了，他只爱我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信，我掏出手机，将孙雪发给我的照片给他看。看到没？这是那个贱丫头特意发给我的，她在炫耀。不可能。王倩，你又在盘算什么？这一定是你的阴谋。我冷笑一声，这个酒店1001房，你自己去看吧。说完，我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熟睡中，老公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老婆，怎么办？怎么办？没了，都没了。我一脸疑惑，宿醉让我头疼欲裂。怎么了？你别紧张，慢慢说。会流产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立马赶往医院，刘小慧还在抢救。我上前不由分说的就甩了李浩一耳光。李浩，你还是个人吗？你就是个畜生！李浩缓缓蹲下身，抱着头痛苦地哭了起来。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是刘小慧，我以为是孙雪，所以才跟她。李浩不停地打着自己巴掌，我的眼中却没有丝毫波澜。一个下半身都管不住的禽兽，就不该有后代。手术结束，我立马冲了过去。医生，怎么样？医生无奈地摇摇头。抱歉，我们尽力了，孩子没保住。我捂着心口，满脸痛苦。那大人呢？子宫破裂，加上长时间没有进行抢救治疗，并出现了腹腔的大量积血，胎死宫内，只能进行子宫切除。什么？李浩猛然冲上前，死死地揪着医生的衣领。你说什么？切除子宫？那我孩子怎么办？他不能生育，我还要他干嘛？刘小慧醒来，发现孩子没了，子宫也被切除了，精神彻底崩溃了。不管谁去看她，刘小慧都是崩溃的大吼大叫。几天下来，李浩就失去了耐心。这天，李浩故意找了个理由，就带着孙雪去外地出差。我拎着饭盒来照旧来看望刘小慧，看着她短短几天就骨瘦如柴的样子，我却突然笑出了声。见我笑了，刘小慧突然瞪圆了眼睛，死盯着我。你笑什么？王倩，我流产了，你是不是很高兴？面对她的咆哮，我始终保持着冷厉的眼神盯着她。
刘小慧，你相不相信报应？你什么意思？我将饭盒放在一旁，两手环胸。你以后跟我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再生孩子了。说完，我摇摇头。不，我可能还有机会，但是你连子宫都没有了，你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了，哈哈哈。刘小慧惊恐地看着我，你说什么？子宫？不可能，我只是流产了，我还能生，我还能生。我一把抓住刘小慧的衣领，高声呵斥道：你不可能了，再怀孕了，这辈子你都做不了妈妈了。李浩说了，你既然不能再生孩子了，他就把你甩了。你放屁！王倩，你骗我！李浩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看着刘小慧混沌的眼神，苍白的脸色，我知道应该给他最后一击了。我拿出手机，点开了一段录影，这是李浩跟孙雪的对话。李总，刘小慧以后不能生孩子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她？不能生蛋的鸡要她干嘛？本来我就是跟她玩玩，结果她竟然甘愿做小三，住进了我家里。现在好了，她不能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哎呀，李总你好坏呀，人家好歹伺候你一回，你就这么绝情吗？那种连自己闺蜜都骗的贱女人，你真以为我跟她动感情了？不！刘小慧疯狂地吼叫着，整个人抓狂地冲着我扑来。你骗我！贱人！你骗我！李浩爱的是我！你骗我！站起身，我整理了下衣服，怜悯地望着刘小慧。刘小慧，不管李浩换几个女人，我都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而你只是个用来替我们生孩子的工具。工具坏了就丢了，就像你，垃圾就给进垃圾桶。说完，我转身便走出了病房。站在门口，听着刘小慧声嘶力竭的嘶吼声，我长出一口气，缓缓扬起一抹微笑。刘小慧疯了，每天在医院打杂喊叫，听说后来被家人送去了精神病院。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浩，他仿佛听到今天吃什么的话题一样。哦，挺好，精神病院挺适合他。也对，李浩最近跟孙雪打得火热，怎么会关心一个疯子？还有件事，有个项目，对方要求你亲自去盯着。让我去。李浩一脸不耐烦。我堂堂一个经理，让我去盯着？他当我闲人呢？这可是公司的大项目，你不去，那我去吧。李浩这2天每天被孙雪勾了魂，自从我回公司后，他已经成了甩手掌柜。你去吧，我最近很忙。忙着泡妞吗？我心里冷哼一声。项目很快到了签约的时候，我代替李浩去签约，顺便带着他的委托书去了银行，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转移到了我身上。等到李浩发现时，他已经是个穷光蛋了。连续拿下了几个项目，公司所有人对我都充满了敬意。而李浩完全被孙雪彻底迷住，像是回到了17、18岁的毛头小子，为了博爱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在公司也丝毫不避讳彼此关系，闹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为了迎合众人的关心，我时不时的就眼睛通红的从卫生间出来，要么就是工作到深夜。公司上下都说我是个可怜的女人，只能将自己跻身于工作中。面对众人的关心，我依旧每天佯装坚强。久而久之，李浩在公司的话语权也降到了0。茶水间，我给孙雪递了个眼神。你算什么东西？你只是个小小的助理，竟然敢跟我吼！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了。你凭什么吵我？我是李总招聘的，你有什么资格？孙雪不屑地大喊着。我知道了，你是搞不定李总，故意来找我茬的是吧？你就算解雇我也没用。李总爱的人是我，
你这个黄脸婆不撒泡尿照镜子吗？就你这样的，又老又丑，以后还不能生孩子，你凭什么霸占着李总？他是我的。”外面的人听着我们的争吵声，陆陆续续地围观了过来。刚从外面赶回来的李浩见大家都在围观，也走了过来。这么热闹，看什么呢？听到李浩的声音，我勾了下嘴角，随即抬手照着孙雪的脸就是一巴掌。贱人，我弄死你！就在我举手准备再给他一巴掌的时候，李浩突然冲进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王倩，闹够了没有？我愤怒地瞪着李浩，眼中满是恨意。李浩，我也是有脾气的，又是我闺蜜，又是助理，你真当我死了？李浩甩开我，赶紧将孙雪抱进了怀里，温柔地安抚着。李总他打我，他说要弄死我，我好害怕。不怕不怕，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你的。李浩，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你是要他还是要我？我抽泣地质问着，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个被抛弃的可怜鬼儿。啊！孙雪突然捂着肚子，紧紧地攥着李浩的胳膊。李总，我肚子好痛，我们的孩子。一听孙雪怀孕了，李浩立马抱起她，二话不说就冲出了医院。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我崩溃地瘫坐在地上。李浩，你站住！果然，李浩脚步停住，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王倩，要是我跟孙雪的孩子有任何闪失，我要你偿命！果不其然，孙雪肚子里才4周的孩子没了，连续失去了3个孩子。李浩将所有责任都发泄到了我身上。第2天刚上班，李浩就愤怒地冲进了公司，不由分手的就打了我一顿，或者说是我单方面被他打。公司很多人都跑过来劝，甚至惊动了警察。因为是家庭纠纷，警察也管不了。从那天开始，李浩便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一个人在家吃得好喝得好，静等着那一天的到来。李浩发现自己名下资产都被转移，是在孙雪出院的那天。原本李浩想送给孙雪一套房子作为补偿，结果发现他身下的所有资产都被转移到了我的名下。李浩气急败坏地来找我，我提出条件，只要你跟孙雪分手，我们还跟之前一样，这些钱财还是你的。听了这话，李浩就炸了。王倩，你威胁我？我坐在沙发上，淡淡地啃着苹果。你可以不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你的孙雪会不会跟刘晓慧一样变成疯子啊！李浩瞳孔震颤，满脸惊恐地瞪着我。是你做的。我莞尔一笑，笑得那么灿烂，连我自己都感到了后脊发凉。李浩，你别忘了结婚的时候你对我发的誓。我站起身，走到李浩眼前，昂着头看他，嘴角的笑容逐渐消失。你说过，要是对不起我，就死无葬身之地。李浩连连后退2步，人直接瘫坐在了沙发上。那天后，李浩更变了一个人，开始按时回家，也断了跟孙雪的联系。其实我知道，他现在的表现都只是蛰伏，他在等待机会。结婚10周年纪念日，李浩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大早，他便起床准备早餐，吃过饭后便载着我去坐了邮轮。我们在海上度过了很幸福肆意的3天，像是当年热恋时那般。如果不是他每晚在我熟睡时偷偷溜出去打电话的行为，我差点就被他感动了。只可惜，他每一次打完电话，孙雪就会将录音发给我。听着他一面跟我在一起回忆过去，一面跟孙雪畅想未来的画面，我就觉得恶心。这种男人就不值得原谅。3天过得很快，下了邮轮，
我们便驱车回家。李浩一直不停地说着话来转移我的注意力，然而我的手却一直死死地攥着包。车子行驶到一条刚刚修建的马路时，李浩突然大喊了起来：“怎么回事？车子怎么了？怎么突然失控了？老婆，老婆！”砰！一声巨响，我只觉得全身一阵剧痛，人便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全身仿佛被定格一般，一动不能动。爸妈见我醒来，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倩倩醒了，倩倩，我的闺女呀！爸妈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到底怎么回事？好好的路，怎么就撞在了树上？我咬着后槽牙，眼泪不断地从眼角滚落。爸妈，是李浩，是他，他要杀了我。很快，这件事就惊动了警方的注意。警察来的那天，我坚持坐了起来。王女士，请你说一下出事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强忍着泪水，艰难地将那段话复述了出来。那天，我跟我老公去旅游，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说要跟我离婚。我不同意，然后我们就吵了起来。他突然说如果我不同意，他就杀了我。我拼命地想自救，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车子撞向了路边的大树。迷糊中，我听到他打电话跟小三说解决了。对，是小三，他叫孙雪，他什么都知道。你们去问他。很快，警方去询问了孙雪。一开始孙雪不说，后来被警方警告之后，他便哭诉地说出了真相。最后，李浩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7年。3个月后，我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跟孙雪一起去了精神病院。看着被关在狭小房间里的刘晓慧，我眼中毫无波澜。看到我跟孙雪一起过来，刘晓慧疯了一般冲了过来。为什么是你们？你们来干嘛？李浩呢？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为什么不来？我勾了下嘴角。刘晓慧，我来只是告诉你一声，李浩入狱了，你也报仇了。刘晓慧愣了下，随即又恢复了疯癫的模样。不可能，他为什么被抓？突然，刘晓慧看了眼一旁的孙雪，又看看我，似乎终于明白了一切。再次见到李浩是半年后，这半年来，他一直不停地提出要求要见我。彼时，我们面对面坐着，眼中倒映着彼此的轮廓。看我这样，你满意了吧？我摇摇头。才7年，我怎么能满意？你就这么恨我？就因为我找女人，你就要毁了我？我缩了下侧脸。对了，你还记得孙蕊吗？李浩表情巨变。孙蕊？你怎么知道孙蕊？我冷冷地勾了下嘴角。哦，你还不知道呢，孙雪有个姐姐叫孙蕊。孙蕊。李浩猛然站起身，用力地拍打着窗户。是你们俩设计的我。贱人，你们俩想害死我。身后狱警强行将李浩按了下来。老实点。看着崩溃中的李浩，我心中积压了7年的这口气终于松了。李浩，在里面好好忏悔，7年抵1条人命，你赚了。说完，我撂下电话，转身便离开了。走出监狱，孙雪快步冲了过来，一把投进了我的怀里。倩倩姐，终于报仇了。我姐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3年前，我有这个助理叫孙蕊，因为撞见了李浩跟刘晓慧的事，他们竟然联手迷晕了孙蕊，并拍下了视频作为威胁。那时候，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察觉到孙蕊的异样。直到孙蕊去世，半年前，孙雪找上我，我才知道这些年李浩背着我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设计出了这出戏。所有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我也为此失去了一个孩子。也许这就是报应吧，欠下的总归是要还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